道德经呢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道德经呢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呢，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学发布量最多的文化著作。那么2000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所阐述的道的天地运行的规律呢，即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里面就阐述我们所处的宇宙呢，是造物主体内所孕育的一方大世界，一共分为10个维度，而生命呢就在这10个维度的空间当中啊，慢慢的滋生。这里面就说到了低维的生物是寄生于高维生物的体内，小的生物呢寄生于大的生物的体内，微生物呢寄生于小生物的体内，层层相套。由于3维空间的人类寄生于4维空间寄宿主的体内呢，而高维生物的体内均存有一个独立的宇宙时空假合结构，叫做宿主世界。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啊，《道德经与宇宙编年史》。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在《道德经》中，第1章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意思呢就是天地开始的时候啊是无的混沌状态，也解释了宇宙从无的开始。是高能量与低能量交互形成的能量场，是原始高低能量的假合状态。而宇宙之初就出生在这个混沌之中啊，无形无相。老子就将其描述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它寂寞无声，独立不移，循环反复，永不衰竭，是万物产生的本源。那这个本源其实就是宇宙与时间与空间，而空间呢是高能量与低能量交互而形成的能量场。宇呢就是时间，是能量交互流逝速度的计量单位。宙呢是空间，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广大无边，运行又不止。所以说万物本不存在，宇宙中的一切皆是以能量的假合状态相对而存在的。而物种之间的感觉器官、感知范围都是不同的，所以它们分处于不同的维度的感知世界。这一现象呢又称为万物假合现象。在生命诞生之初呢，时间与空间是不存在的，宇宙的万物仅存在于生命的感知之中，即我知故我在嘛。所以万物呢以能量的形式啊，同时存在于宇宙的10个不同的维度空间当中。这些能量呢，因为受到了多维空间中的多重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而从未真正的独立相合。因此呢，有形的一切就是不存在的，它们均是因为生命的感知而以一个假合的形态存在，称为假合体。书中就提到了一切皆因我们的感知而存在，五官的感受，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无时无刻的不再构建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而宇宙的本质却因为受到这些感官的蒙蔽而无法证得。所以老子就提到了天门开合，能为雌乎？意思就是当我们通过耳、目、口、鼻而感受外界的时候，能否保持沉静与平和呢？当我们面对美妙的音乐、美好的食物的时候，能否不去停留呢？而是去品尝大道的淡而无味的一些东西呢？因为在世界上1000个人的眼中啊，有1000个物质的不同的世界，所以眼见未必为实，耳听必将为虚。若我们能够摆脱6根6识的蒙蔽，直击万物的本源啊，就能够找到真正的真相。因为书中说，宇宙生物对于外界的事物感知能力不同，而被禁锢于自我狭小的感知世界当中，对感知外界的事物一无所知。老子就形容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呢，名曰微。意思就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呀，是无形无名的虚无状态。这就是因为人的感知范围十分有限，而受到了感官的限制。我们无法感知到自身感知范围外的世界。例如我们的人眼当中啊，视网膜可以感受到的光线，这个波长是有范围的，大概是在390纳米到780纳米之间。在所有的光线的光谱当中啊，可见光只是占了很小的一个范围，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呀，包括紫外线、红外线、X 射线等等。因此蜜蜂用于寻找蜂蜜的紫外线波段呢，人眼是无从感知的。而人耳可以听到的声波的范围仅在20到2万赫兹之间，因此蝙蝠和海豚可以感知的超声波呢，人耳也无从感知。这些都远远超越了人类生命的感知能力。而宇宙中呢，还有无从感知的能量和物质，就称为暗物质或暗能量。所以宇宙无形无相，一切皆因生命的感知而有了种种的分别。在宇宙编年史当中啊，就将宇宙生物依其感知范围呢，分为了10个维度的感知生物，它们分布在不同的维度的10维空间中啊，又称作万物假合现象。而天文学家通过宇宙微波背景啊、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残留辐射所测量出的宇宙密度和组成呢，也证明了这一点。重子物质啊，只占了宇宙4.6%，
而暗物质仅占了23%，暗能量占了其余部分高达72%。可见我们用肉身所能够看到、听到和摸到的是极其不完整的一个状态。我们所谓的对天地万物的了解啊，仿佛就像是盲人摸象一样。老子也说到了，他接触的道呢是恍恍惚惚、飘忽不定的，但恍惚中又似乎能够窥探到一部分具体的形象和实物。这看似矛盾，其实呢则不然。因为宇宙编年史对此就给了进一步的解释啊。里面就说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呢，是造物主体内孕育出的一方大世界，共分为10个维度，而生命呢就在这10个维度之间啊，慢慢的滋生。意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生物啊，是依其所处的维度的高低而彼此寄生。低维生物寄生于高维生物的体内，小生物寄生于大生物的体内，微生物呢寄生于小生物的体内，层层相套。而老子说到道之所以恍惚，是由于3维空间中的人类啊，是寄生于4维空间的寄宿主体内。正如我们人体内的细菌啊，是永远无法了解人体全貌的。我们人类也仅能通过自身的感官窥探到4维生物体内的小部分的形象和实物，范围十分有限，故而就是恍恍惚惚、飘忽不定嘛。所以说，生物的多样性啊，由于所在的地区的高维的寄宿主所决定的。在低维生物的感知中，其寄生的高维生物体内均有一个独立的宇宙时空假合结构，叫做宿主世界，而它自己呢又为低维的寄生生物。比如说，人体内的肚子里啊有大量的菌群，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中大概有500到1000种不同种类的这个细菌，它们在我们成人的身体内就可以繁殖出大约100万亿个细胞体，大约是一个人全部细胞的10倍。由于细菌的细胞极其微小啊，总和加起来也只占到人体总重量的1%到3%，所以科学家也说了，一个重量约等于90公斤的健康的人的体内和体表所携带的这个细菌啊，重达2.73公斤，所以人体就相当于是一个高维宿主，而这些细菌呢，就是低维的生物，它们在人体内生存，对于人类来说啊是有利的，没有它们呢，我们就活不了多久。当然有部分它们也是害群之马，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啊，就会导致胃炎、胃溃疡，乃至于胃癌。人类要吃药打针的方式将其消灭。而高维的宿主与低维的宿主的生物就是高低能量，二者呢有时候是和平共处的，有时候呢又是存在着一方扰乱另一方，另一方呢就会将其消灭的例子。所以在《道德经》的52章中就指出，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要认识万物呢，又要知其根源。那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在宇宙编年史中就指出啊，这个根源其实就是我们所寄生的高维宿主。而宇宙中除了造物主之外呢，各维度的生物既是上一维度空间的低维寄生生物，又是下一个维度的高维宿主，它也同时寄生于上方高维生物的体内，而各个维度的宿主们也形形色色，共同构筑成了我们缤纷多彩的多维世界。因此啊，人类所寄生的4维宿主也远远不止一位。因为地球有不同的地区，人类分别寄生于不同的4维空间的宿主体内，所以我们乘坐交通工具在各个宿主的世界之内来回穿梭，不同的宿主呢所滋生的3维的寄生生物呢就不同，因此呢不同的地区就有了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种族、不同基因的人类，还有千姿百态的动物和植物生态环境等等。而在我们人类的宿主世界中呢，也同样生活着众多的低维生物，在我们体内的细菌、病毒、微生物等等。所以人类便如同一个移动的宇宙大世界。所以在宇宙编年史中就指出啊，造物主就是天地间最高的宿主，而其所创造的宇宙呢，就是最大的宿主世界。人类等低等生物在大的生理结构和功能上与造物主其实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地球上等人类的种族特性来了解造物主的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神创论的神话当中都有提到，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那么每一个高维宿主的宿主世界都将蕴含着无数个低维生物以及他们的宿主世界，就好比一个个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相扣。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高维宿主和低维寄生生物相辅相成，它们和谐共处。但当低维的寄生生物群体日益胡作非为的时候，由益生生物转向了有害生物的时候，而导致了高维宿主生病的时候，便会遭到了高维宿主的清理。因此，当我们人类作为渺小的3维寄生生物，若欲望横生，必将遭到高维宿主的灭绝。正如《道德经》的第52章所描述塞其穴，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穴，济其事呢，终身不救。意思就是万物若能遵守自己的根本就终身不会有危险；倘若开放欲望之门，就会增添纷扰，终身不可救之。
而这与各大神话世界中所描述的大洪水和天灾也不谋而合。而科学家们也通过化石研究得以证明，地球从成立之初到现在，曾经存在过的生物99.9%都已经灭绝了。如果人类希望延长对地球三维空间的统治那就必将少思寡欲，德行兼备将是重中之重。所以宇宙编年史中就说，人禁锢于三维空间中有限的感知就阻碍了探索宇宙真理的步伐。但是人类如果能够承认自身的不足，脚踏实地的对十维空间深入研究的话，届时呢，人类也会突破自身的科技和文明的极限，任意遨游太空，晋升为高维宿主世界的主宰。老子在《道德经》的21章写道孔德之容，为道是从。这里的德呢，指的就是宇宙万物是十维假合空间中的生命。那生命又如何随着宇宙的规律来改变呢？这个改变的背后的驱动力，就是生命依其能级所处的维度。在我们宇宙的十维假合空间中，高级生物居于高维，时间流逝相对就会较慢，因此寿命呢相对较长，能够感知的宇宙范围呢就会广阔。而低能级的生物则正好相反，它们居于低维，生命流逝速度就较快，寿命也较短，感知范围就较窄。而当低维生物跨越到高维的时候，它们的寿命和感知力将随着所在维度而发生改变，拥有无穷无尽的寿命和能力。所以你看蚂蚁、蜜蜂有些动物等等，它们的寿命都没有人类长，也是这个道理。那么在宇宙中，能级相近的物体彼此就两两相吸，合二为一；能级差距较大的物体彼此相斥。这个过程就是混成，它通过不断的吸斥运行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稳定的元素和物体。而物体的核心与边缘也因能量差而产生了两极，两极并无正负区分只有能量高低的区别。例如地球的南极磁场能量较低，北极的能量较高，所以南北两极的产生实在为地球核心与边缘能量的等级之分。当高能量与低能量趋合的时候呢，大多数最高的能量为核心，低能量呢有序的向边缘而排列，聚合为一体。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呢，就是不断聚合能量的过程，又称为能量聚合法则。因此事物越趋向于核心，能级所处的空间的维度就越高，相对的时间的流逝的速度也就越慢。反之呢，一切则正好相反，越靠近边缘呢，维度的空间则会越低，相对的时间的流逝速度就会越快。这个原理跟那个黑洞非常的类似。在《道德经》的23章指出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里的久并不是固定的常量，而是越接近暮年呢，寿命也将更为的短暂。所以宇宙的能量定律就认为物质的能量的升级速度与能量的流失速度成反比。当吸收大于损耗的时候，能量流失的速度就会减缓，相对的时间减慢，寿命呢自然而然的就延长。当损耗大于吸收的时候，能量流失的速度就会加快，相对的时间也会加快，寿命呢就会缩短。打个比方，就是当我们是儿童的时候还处于物质的形成的初期的时候呢，能量在加速聚合，所以时间呢就相对的较长，当时呢就感觉度日如年。回想起来，小的时候好像时间会变得非常的慢，但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处于物质的消融期的时候，时间就会相对的较短，就开始度年如日了，仿佛一瞬间就走向了衰老和死亡。现在我们的人类不是一直在不停的感叹吗？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呢10年就过去了。因此不同的个体因其吸收能量的流失情况不同相对的时间寿命也会不同。在宇宙编年史中呢，宇宙能量定律还指出当能量衰减，物质就会繁增，生命也将不可逆地走向了终点。这也与著名的熵增理论不谋而合。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呢，在1895年就提出，在一个封闭的孤立的系统内如果没有补充能量的话，能量总是会不可逆的由高走低，从有序呢而走向无序。例如一杯水放着放着就会变亮，手机呢就会越来越卡，寿命会越来越短等等。这就是熵增定律，是万物演化的终极法则。虽然能量注定在流失呢，事物注定要灭亡呢，但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实现小范围的熵减。那我们又该如何对抗熵增呢？根据能量定律与熵增定律，我们知道增加能量补充能够减少能量衰减，就能够缓解物质的繁增，是实现负熵的终极法则。那该如何增加能量呢？很多人就认为能量是不断的吸取外界的物质，不断的学习获取知识，不断的调整心态，殊不知这些带来的是更快的熵增。例如我们的科学发达了，人类就会借用科学的力量加工和释放能量，但这就促使我们的环境更加的无法适应人类的生存，以至于人类要探索火星，
又比如人类摄取各种食物来吸取其所谓的营养，但结局却是生命不断的在衰减。而美国国立衰老研究院，他们研究了恒河的猴，研究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实验就发现，吃的越少的猴子呀，老得越慢，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而每天进食量减少30%的猴子，最长的寿命能够达到43岁，超过了该猴群平均寿命20岁。这只猴子呢，在30岁后呢，其外貌和行为都没有衰老的痕迹。因此呢，当我们每天还在不停的饱口福欲暴饮暴食的时候，殊不知正在衰老呢。所以说，人类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口福欲。如果获取外界的物质不可取，那又该如何的增加能量呢？其实方法早已暗藏在了《道德经》当中。老子在《道德经》指出精神文明的增强与物质欲望的降低是增强能量的关键。由此可见，培养德行，降低物欲，减少起心动念，是增强能量、不断的负伤的重要的方法。那么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未经证实的事情不要太当真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